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UCLA 研究团队通过重新审视统计方法，挑战了大语言模型与人类大脑高度一致的流行结论。研究揭示，所谓的神经对齐往往源于方法论缺陷，这种高度相似性可能只是统计学幻影，为评估 AI 是否具备类人认知提供了关键边界。在 UCLA 的质疑出现之前，学术界曾对一种惊人的关联深信不疑。顶级研究指出， GPT-2XL 等大模型处理语言的方式与人类大脑高度一致，甚至有数据表明 AI 能解释高达100%的可解释神经元方差。这一发现曾被视为语言理解的计算学证据，让科技界与脑科学界为之沸腾。这种狂热建立起了大模型与大脑对齐的三大核心神话。首先是架构神话，单向 Transformer 被视为预测大脑活动的王者。其次是能力关联，即 AI 预测下一词的性能越强，与大脑的相似度就越高。最惊人的是，即使是未经训练的随机模型，也表现出极高的类脑预测力。这似乎证明了 Transformer 架构天生就具有模拟大脑的潜力。UCLA 研究团队通过大规模复现与严格测试，让这些对齐神话陷入了破灭。实验揭示了一个真相，所谓的高相似度结果，往往来自不稳健的验证方法，以及被长期忽视的混淆变量。这种完美的对齐并非因为 AI 模仿了大脑，而是一种典型的统计学幻影。研究选择了3个聚焦语言核心网络的经典数据集作为重验基础。Perella 2018通过 fMRI 记录了10名受试者阅读短文时的血氧水平。Fedorenko 2016利用皮层脑电图捕捉受试者逐词阅读句子时的高时间分辨率电信号。Blank 2014则记录了聆听长故事时的神经反应。这些多样化的数据源为后续揭露统计幻影提供了严密的证据。基于这些经典数据集， UCLA 团队锁定了导致伪对齐的3大元凶。首先是数据划分方式陷阱，即随机打乱导致的验证漏洞；其次是激活特征提取中的方法偏差；最后是被长期忽视的底层变量。正是这些统计学细节共同制造了 AI 与大脑完全同频的惊天错觉。首个元凶是危险的随机打乱划分。就范式常将同一故事的句子随机打乱，分别放入训练集和测试集。这种做法破坏了数据的时间连续性，给 AI 留下了致命的作弊漏洞。相比之下，科学的连续划分会按顺序保留数据流，确保模型预测的是完全未见的后续片段。这种作弊现象源于大脑的时间自相关性，即相近时间点的神经反应天然高度相似。在随机打乱模式下， AI 不需要理解语言的深层含义，它只需在测试集中找到与训练集时间相邻的片段，就能精准猜中大脑状态。这就像不需要懂气象学，只要照抄昨天的天气就能命中今天，准确率虽高，却毫无解释力。为了验证这种作弊现象， UCLA 团队构建了极简模型 OASM， 它完全不懂任何语言，仅根据时间临近性赋予相似表征。团队将其与15亿参数的 GPT-2XL 进行对比，如果就范式的高得分真的源于语言理解，那么完全不懂语言的 OASM 理应毫无预测能力。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在随机打乱的划分下，不懂语言的 OASM 竟追平甚至超越了 GPT-2XL。 从3个数据集的对比图看， OASM 的神经预测力得分始终处于高位，这有力证明了此前的高得分并非来自深层语言理解，而仅仅是模型在预测时间的流逝。一旦切换到科学的连续划分，幻影瞬间消失， OASM 的预测力直接归零，因为它无法再利用时间临近性作弊。同时 GPT-2XL 的得分也出现大幅缩水。测算结果表明，此前大模型超过 80% 的神经预测力本质上都可以被这种简单的时间自相关所解释。第二个元凶隐藏在特征提取的环节。由于 fMRI 扫描速度远慢于 AI 处理，就范式通常采用取最后一个词的方法来压缩模型输出。这种 LAST 提取法虽然操作简单，却为不同架构的公平对比埋下了隐患。研究指出，除了 LAST， 还存在 MEAN 平均法或 SUM 求和法等其他提取路径。只取最后一个词的方法对双向模型极度不公平。像 BERT 这样的双向架构，其内部表征逻辑与单向 GPT 完全不同。实验图表显示，当采用 LAST 方法时，
不同架构的表现差异巨大，而一旦改用更科学的 MEAN 或 SUM 提取法，不同模型间的性能差异瞬间被抹平。这意味着过去的架构优劣结论可能只是特征提取偏差带来的错觉。在修正了打乱划分和提取方法后，架构神话彻底破灭。实验证明，单向 transformer 并不比双向 BERT 或传统 RNN 更具类脑表现。过去认为 AI 正在收敛于单向架构的发现，其实只是统计偏差产生的副产品。这意味着并没有哪种特定架构是模拟大脑的天选之子。如果复杂的语言理解不是主因，那究竟是什么在驱动大脑预测？第三个元凶是被忽视的底层变量位置和词律。位置代表词语在段落中的绝对序号，词律则是单位时间内的词数。这两个极简的物理量如同标尺与时钟，构成了评估大模型时最强悍的混淆变量。令人意外的是，极简的 PWR 基线模型表现极佳。在 Fedorenko 2016数据集上，它的预测力追平了所有复杂的上下文大模型，而在 Blank 2014数据集上 ，PWR 甚至直接完成了反超。这表明大脑产生的规律信号极有可能只是对句子长度和语速的物理响应，而非复杂的语法解析。脑区热图对比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结论。PWR 与 GPT-2XL 对语言网络的预测激活区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重合。实验数据指出，只需将 PWR 结合静态词向量，就能解释大模型在多个数据集中 80% 甚至近 100% 的神经预测方差。这意味着复杂模型预测出的所谓神经信号，大部分本就可以由简单的物理变量和静态语义来覆盖。这一结论也彻底解开了未经训练的 AI 为何具备类脑预测力的谜团。此前研究曾对随机初始化的模型也能预测大脑感到惊讶，而 UCLA 发现 PWR 解释了这些模型超出 98% 的预测方差。所谓天生的类脑架构并不存在，未经训练的模型仅仅是在无意中充当了一个复杂且昂贵的词语计数器。最后的神话也随之破灭，预测下一个词的能力越强， AI 就越像大脑吗？散点图显示，在旧的随机打乱模式下，两者确实呈现明显的正相关。然而，一旦切换到严谨的连续划分，并剔除静态模型，这种正相关性便彻底消失。大模型的语言预测性能与其大脑预测力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比矩阵看清神经对齐的真相。在严谨校验下，各类架构在类脑表现上并无显著差异，单向模型并非最优。核心驱动因素也从复杂的语言理解转向了时间自相关、位置与词律。更重要的是，能力演进的正相关性在严密控制下消失了，而未经训练的模型其实只是充当了词语计数器。基于这些发现， UCLA 研究团队为交叉学科研究提出了4项建议。首先，必须杜绝随机打乱划分，从源头防止时序作弊。其次，应采用公平的提取器，对比多种特征池化方法，同时要警惕底层混淆变量，优先排除位置与速度等物理标尺的干扰。最后，研究呼吁打破黑盒迷信，不要轻易为模型赋予人类认知的神秘色彩。UCLA 的这项工作并非否定 AI 的价值，而是为了推动科学的重塑与重生。研究有力证明，此前的高对齐度主要源于不稳健的方法论和被忽视的混淆变量。这项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成果提醒我们，只有剥离统计学制造的浪漫幻影，才能在严谨的数据土壤上真正揭示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的深刻联系。